情况？好有料！你这个恬不知耻的丑八怪，竟敢扒本王裤子！你是见色起意，想要勾引本王吗？也不撒泡尿照照，自己是什么鬼样？凤扶摇，大龙国怎会有你这种厚颜无耻的女人？明日一早，本王便去禀告父皇，将你贬为贱妾。我操，哪来的神经病？你才见色起意，你全家都见色起意！长得好看了不起啊？蝙蝠身上插鸡毛，你算只什么鸟？我不是在博物馆参观古代大龙国的红裤衩吗？怎么突然地动山摇？我就到这儿了。系统小瓜来向宿主报道，恭喜宿主赶上穿越大军，来到1000多年前的大龙国，你成了大龙国臭名昭著的炮灰女配凤蒲瑶。大龙国那个容貌丑陋，一心想嫁给太子的花痴草包，她不是嫁给离王时刺杀未遂，最后上吊身亡了吗？我居然穿越到她身上。刚才那个妖孽男人是不是他的夫君离王？我只是参观一条红裤衩，至于这么惩罚我吗？我不想待在这儿，我想回去。宿主真聪明，你正是穿越到他身上。刚才那个男人正是你个身份婚夫君沈君池，你已经穿过来，便再也回不去了。毕竟尸体都腐烂了。宿主来了，便是大龙人。我跟你说说大龙国情况吧。此时当政的皇帝是沈殿德，此人痴迷炼丹，沉迷女色，不干正事。奏折请您批阅。哼，一心追求长生不老，如今大龙国百姓民不聊生，建德帝的5个儿子斗死了3个，只剩下太子沈君毅和离王沈君慈。3年后，建德帝驾崩，太子登基。同年，凤家族100多口人被圈禁在丞相府，活活饿死。随后，叶国联合边境部落攻入京城，大龙国灭亡。我记得离王在太子登基前1个月便不明原因横死，后来他被暴民从棺材中捞出来抛了尸，死无葬身之地。大龙国灭亡，沈家断子绝孙，我传承他的王妃，岂不是也难逃一死？那我穿越过来干什么？当炮灰吗？谁在说话？这女人从1000年后穿越，3年后太子做皇帝，凤家饿死，大龙国亡国，我不明原因横死，还死无葬身之地，这怎么可能？难道我能听到她的心声？真正的凤扶摇经上吊，1000年后的孤魂野鬼借尸还魂。没错，博物馆中陈列的就是他穿的那条红裤衩，虽然博物馆的那条破破烂烂还褪了色，但牡丹花一模一样。沈君慈，我爹是凤丞相，你不能弄死我的，我们大不了和离。一个大男人穿什么绣花红裤衩，口味真特么重。据说狗奸臣黑历史一箩筐，性格残暴，还对女人不感兴趣，半边脸绝美，半面脸绝丑。没错，我果然能听见这女人的心声，竟然鄙视我穿红裤衩，那是大婚之夜图吉利。不行，我要与他和离，赶紧离开这狗奸臣，说不定还能活命，让你为虎作伥，坏事做尽。老皇帝但凡有1个儿子进气，大龙国也不至于亡国，活该被暴民从棺材中捞出来。短命的狗奸臣，毁了容也这么妖孽，白瞎了你那张盛世美图。本王的爹还是当今皇上呢，弄死你不是像弄死一只蚂蚁那么容易。你苦心积虑嫁给本王，便是为了帮沈君毅那个王八蛋杀死本王。可惜啊，他今日也大婚，还娶了你妹妹凤福雪为太子妃。没脑子的蠢货，不过是被人利用的棋子罢了，还自以为多高尚。你乃皇上指婚给本王的王妃，想和离，门儿都没有。看你人不人鬼不鬼的丑样，本王多看你一眼都会吐。好好沐浴洗干净，本王今晚忍着恶心，勉为其难和你圆房。我倒要看看你这蠢女人还会不会透露更多秘密。要挫骨扬灰，就让我们一起挫骨扬灰吧。你很好看吗？
敢不敢取下面具让我看看？圆你个大头鬼！我们现在就和离。盯紧王妃，若是让她跑了，你们所有人为她陪葬。是。去你大爷的！谁要和你圆房？我要和你和离！难道今晚真要与那死妖孽圆房？是奋力反抗呢，还是干脆两眼一闭，慢慢享受？可是，传说这狗男人性格残暴、冷酷无情，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大魔头，搞不好还没享受完就被他嘎了！妈呀，鬼啊！这哪里是新娘，这分明是鬼娘好吗？这是哪个缺德鬼给我画的吊死鬼妆？宿主，你先别激动，你听我说，你这具身体其实长得并不丑，不但不丑，还挺漂亮的。原主娘生她的时候难产死了，她是后娘姬夫人带大的，姬夫人从来不让她学东西，导致她对琴棋书画、手工声线一窍不通。姬夫人不想看见她比亲生女儿凤福雪漂亮，所以刻意让她扮丑，原来是故意的。原主太子一见倾心，非她不嫁，却反被恶意利用。太子说，只要她愿意嫁给离王，并杀死她，便会娶她为太子妃。原主去当炮灰，太子却在同一天娶了他妹妹凤福雪，所以才会有原主刺杀离王未遂上吊自杀一事。宿主，你以后就是凤福瑶和离王是一条绳子上的蚂蚱，你不能与他和离。小瓜，你是什么系统？我穿越到大龙国，有什么任务？宿主，我的主系统是吃瓜系统，副系统是初级药材系统，附赠一个空间。天啦噜，传说中的吃瓜系统太给力了！古代没手机没网线，我以后天天都能吃到新鲜热瓜，人生终于有了盼头啊！那是当然，我能让你轻而易举得到第一手情报，比如建德帝昨晚去了长安城第一青楼百花楼，宠幸了一个舞姬。姬皇后从小喜欢她的哥哥姬代，两人经常以兄妹之名厮混。而姬代不是姬国公的亲儿子，是他老婆为他戴绿帽生的。你说的瓜都是真的吗？听上去很有趣啊。初级药材系统和附赠空间怎样？我先看看。小瓜，深宫丹有什么用？我能吃吗？当然能，它能让你拥有中等高手的内力。小瓜，伟力丸有何作用？我能吃吗？男人吃了快乐加倍，你说你能吃吗？这吃瓜系统真不纯洁，撒人身上瘙痒男人，说出秘密才消失。疯癫毒粉，让人疯癫2个时辰。快乐无极限是媚药，用完断子绝孙。真心话毒粉，这系统不错，跟聚宝盆似的，取走还能自动补齐，太好了。你每次完成任务，系统还会有奖励。小瓜，我的任务到底是什么？完不成会有什么后果？主任务：攻略离王沈君慈，让他爱上你，和他一起拯救大龙国，时限3年。次任务：消灭奸臣恶霸，培养良臣。每完成一项大任务，有神秘奖励。如果3年为主任务失败，你我灰飞烟灭，被抹杀。这难度系数也太大了，还不如直接抹杀我算了。其实终极任务并没你想象的那么艰巨，你攻略离王后，可以和他一起拯救大龙国。别忘了，离王也是大龙国皇子，虽容貌有瑕，并不影响他当皇帝。且离王机智过人，比起太子更适合当皇帝。我还有别的选择吗？比如推翻沈家王朝，自己当女皇行不行？不行，必须沈家人当皇帝才可以。或者你攻略离王，和他生个娃，让娃当皇帝也是可以的。狗爷你大爷的！若我3年后完成任务，能和狗奸臣合力走人吗？只要你能完成任务，到时候合离不合离，你自己看着办。宿主，我有个离王的大瓜，想听不？离王并非姬皇后的儿子，而是老皇帝南巡时临幸一位美貌歌姬所生。离王事件3年后，3岁才被带回皇宫，交给姬皇后抚养。狗皇帝真不是东西。这事儿流王知道吗？流王一直以为母亲是姬皇后，可是姬皇后从未将他当亲生儿子看待。姬皇后教骚太子，划伤他的脸，
另外，离王被姬皇后下过寒毒，每年春夏之交便会发作，这是他3年后横死的主要原因。今日之事太过匪夷所思，那女人到底是不是异魂附体？无论如何，今晚一定要再次确认，看她会不会在梦中说出更多秘密。王爷，皇上为太子指婚京城第一美人，却为您指婚京城第一丑八怪，让您沦为笑柄，实在令人气愤。整个京城只有您的几位好友和少数大臣来道贺，那些人狗眼看人低，不会有好下场的。属下明白您受委屈了，属下已帮您把书房卧室收拾出来，您洗漱后早些休息，等您将来成了大事，娶个配得上您的女子。本王今日大婚，需去新房睡。啊！王老爷，您要去新房睡，和那个丑八怪一起睡？要不然呢？难道本王和你一起睡？别忘了，母后派来的高嬷嬷还守在院中盯着本王。若本王今晚不睡新房，还不知他明日如何与母后嚼舌根。母后既然逼迫本王迎娶丑八怪，本王便顺了他的心，做做样子又如何？王爷，万万不可！那草包大婚之日刺杀您，又上吊自杀，闹得鸡犬不宁。万一他趁您睡着，再次下毒手怎么办？您千万不能以身涉险，属下这就去将高嬷嬷打晕。无妨，本王知道怎么做，你无需担心。王爷，要不属下夜里贴身保护您，属下隐在暗处，不到万不得已绝不现身。本王新婚夜洞房，不需要你围观，乖乖守在外面。别忘了，本王武功了得，不会有事的。再唧唧歪歪，自己滚去守大门。好吧，王爷您可一定要保重啊。难怪凤福雪母女千方百计让我扮丑，他们肯定是担心我将凤福雪比下去。今日是大婚之夜，那厮真的会和我远房吗？还是趁我睡着，一刀将我给嘎了？毕竟原主受扎太子蛊惑，带着刺杀目的嫁给他。算了，怕引起怀疑，还是化成原来的丑样吧。这样就不会露馅了。小瓜，如果我霸王硬上弓，苟千成会不会杀了我？可怜我还没谈过恋爱，连和男人接吻都没有过。他虽然长得不错，但我真的没法接受。我还是想找一个两情相悦的男人。他要杀你早杀了，你想攻略他，至少得先得到他吧。苟千成是随时能要我命的那种人，光是想一想都不寒而栗，更不用说让我霸王硬上弓。我想嫁的男人是个盖世大英雄，会踩着五彩祥云来娶我，而不是这种黑心莲。我真的很害怕，好吗？骂我是黑心莲，还想对我霸王硬上弓？他不撒泡尿照照，他配吗？原来他想嫁的是天上的神仙。继续做梦吧，梦里啥都有。救命！他来了，他真的来了，好怕怕！我还没想好怎么接近他，就已经快被吓坏了。我现在这副模样，你可千万别靠过来。凤扶摇，别装了，本王知道你没睡。你裹得这么紧，是担心你对本王图谋不轨吗？你放心，本王对你这种丑八怪提不起半点兴趣。王爷，您终于来了，嘤嘤嘤嘤！我还以为您嫌我长得丑不来了呢。春宵一刻值千金，我这就帮您宽衣解带，您就从了我吧。狗奸臣，来呀，互相伤害啊！老娘狗命不要了！滚回去躺好，本王看见你便倒胃口。以后离本王远一点，否则
死！王爷嫌弃人家，人家快伤心死了，那我只好回去躺好了。王爷，我睡相不好，夜里磨牙放屁打呼噜，担心吵到你，所以离你远一点。你想去和谁睡，我都不会干涉你的，我又乖又听话。小瓜，不是我不愿意，是他对女人没小瓜是兴趣。谁？她果然是个虚伪狡诈的女人。要不是为了完成任务，鬼才和他同床共枕。他虽然长得美，可我喜欢真正的男人。好累，怎么这么困？为了完成任务，什么任务？攻略我？难道这女人真打算趁我睡着后对我下毒手？奇变偶不变，符号看相写。听说这是穿越者接头暗号。狗奸臣，老实交代，你是不是来自 G8 星球？穿越者接头暗号，与谁接头？沈君逸那个蠢货吗？这是什么奇怪暗号？真是不知所云。死女人，睡觉如此不安分，你是猪吗？好大一个鸡腿，还是穿着红裤衩的大鸡腿。咦，这儿有个大西瓜，看上去似乎熟透了，一定很甜吧？我的刀呢？我的西瓜刀在哪？我要切开大西瓜，美美。这是将本王当成大鸡腿、大西瓜了吗？还好你没刀，否则本王非被你开瓢不可。这觉没法睡。啊，我的大鸡腿，穿红裤衩的大鸡腿，闻起来真香啊！好饿，好饿，好饿！我想吃大鸡腿。哎呦！哎呦！我怎么在这儿？大夜里鬼叫什么？你眼睛长后脑勺了吗？本王是人是鬼，难道你看不见？哎呀，吓死宝宝了！你大夜里不睡觉，披头散发坐床头干什么？我还以为是鬼呢。难道你不知人吓人吓死人吗？喂，你的手怎么了？受伤了吗？需要我帮忙吗？哼，看你丑不拉几的样子，你比本王更像鬼。本王的手怎么了？难道你不知道？我睡觉睡得好好的，我怎么知道？我这里刚好有跌打损伤药膏，我帮你擦一擦，小心伤口感染化脓。蠢女人竟凭空变出一把药来，这药膏不会有毒吧？这伤口为何一圈牙印？你梦游将自己咬伤了？王爷，不是我说你，你对自己也太狠了。明明是被你这条疯狗咬的，你不会贼心不死，还想着谋杀亲夫吧？是我咬伤的？怎么可能？我睡觉睡得好好的，我为何要谋杀你？杀你对我有什么好处？这药膏送你了，记得每日涂抹3次。大夜里被你吵醒，困死我了。赶紧睡吧，王爷晚安，祝你好梦哦。药膏上的文字与大龙国不同，字面意思却能看明白，这明显不是这世上的东西。看来风佛友果然已经换了心思，可是他的任务到底是什么呢？王爷，卯时已到，该起床了。今日一早，您得和王妃进宫，为皇上皇后行奉茶礼。恭喜王爷，贺喜王爷！都起来吧，今日去找管家多领1个月的月例。云17、萧颖，你们随本王来。高嬷嬷，你带婢女进去侍候王妃更衣。是。王爷，昨夜恕嬷嬷面人造访厉王府，暗卫抓住几个不长眼的，属下逼问，
对方什么也不肯说。属下怀疑，那些人都是太子派来的，是来看王爷您的笑话的。全部杀了，一个不留。看笑话？那便看看谁才能笑到最后。王爷，昨晚姬国公的小公子姬檀在明月楼醉酒，口吐狂言。他诋毁王爷您娶了个丑八怪大草袍，是整个大龙国的笑话。还说什么您是捡来的野种，根本不是皇后亲生的儿子。他总是跟您过不去，三番五次在后面败坏您的名声。您看，我们要不要给他点颜色瞧瞧？姬国公那个只知吃喝嫖赌玩女人的废物吗？仗着有母后撑腰便为所欲为，还真把自己当棵葱了。他不是好赌吗？那便找人试局，不必太过分，废掉他一条腿就好，省得他闲得无聊。是，属下明白。王爷，您手受伤有没有事？属下去给您拿药。不必，王妃以为本王上过药，不碍事。这便是王妃送给本王的药膏，你们没见过吧？王妃为您上了药，她昨晚不是想杀你吗？王爷，她一定没安好心。万一她在药膏里下毒，可如何是好？属下也这样以为，王爷还是小心为妙。这伤口看着像牙印，昨夜王妃真的对您下毒手了？黄蜂尾上针，最毒妇人心，你一定不能被她温柔的假象给迷惑呀。这伤口是本王不小心碰到的，本王知道如何做，你们不必忧心。叶郎，你去江南，可查到了什么？属下查到，当年圣上下江南时，暂驻连州知府别院，知府曾献上数名舞姬，秘密养在别院。其中一位名为婉娘的舞姬产下一个男孩，但15年前别院失火，知府全家和舞姬都葬身火海，那名小男孩不知所踪，属下未能查到线索，请王爷责罚。你下去吧，有消息再来告诉本王。梦里那个女人总是牵着我的手叫我阿月，叫我唱连州童谣，她和我到底是什么关系？我到底是不是姬皇后亲生的孩子？王爷都起床了，为何还不请王妃起床啊？你们这些下人是怎么做事的？王妃不应早早起来侍候王爷洗漱，和王爷一起进宫行奉茶礼吗？王妃起床了，今日要进宫行奉茶礼。天都没亮，吵什么吵？让我再睡一会儿。马上要进宫为帝后行奉茶礼，可不能去晚了，快快起来吧。哼！王妃起床了，进宫晚了会受帝后责罚的。你谁啊？大呼小叫干什么？奴婢乃皇后娘娘身边掌教高嬷嬷，受娘娘吩咐，特来教导王妃礼仪规矩。王妃一言一行均代表皇室颜面。王爷已起床多时，王妃却睡到现在，成何体统？奴婢今日只是提醒，若有下次，便要按皇宫规矩惩罚，还请王妃体谅。高嬷嬷，不正是新婚夜过夜透露太子成婚消息，游说原主刺杀离王，还怂恿原主上吊的老太婆吗？这恶奴和皇后一唱一和，想弄死离王，还想让原主背锅，真是个阴险的老巫婆。皇后娘娘都要给奴婢3分薄面，你这个草包竟敢打我！你这个毒妇不配当王妃！我定会劝说娘娘将你休了，你就等着一辈子被人耻笑吧！高嬷嬷是吧？你还知道自己只是个狗奴才，一个卑贱的奴才，敢在王妃面前颐指气使，好大一张狗脸！你要不说你是奴才，我还以为你是我婆婆皇后娘娘呢。真是恶狗仗人势，
你想骑在娘娘头上拉屎，还是想败坏娘娘名声？昨晚你游说我刺杀王爷，失败后又游说我自杀殉情。你猜，要是娘娘知道这些，会怎么惩罚你？是砍头、剁掉四肢，还是赏你一杯雉酒？我真的蛮期待呢。王妃饶命，是奴婢不懂规矩僭越了。奴婢昨晚只是怜悯王妃，并无恶意啊。原主这么虎的吗？不愧是个大草包。今日开始是时候以真面貌示人了，毕竟还有攻略任务。去找套素雅点的衣裳来，将这些花里胡哨的衣裳都扔了。是。王妃，这3套宫廷礼服是内务府送来的，一套浅蓝色，一套粉色，一套鹅黄色，您看要选哪一套？展开给我看看。这套不错，就这套了，帮我换上。王妃，您不化浓妆，不穿花哨衣裳，美得像仙女似的，比二小姐好看多了。你以前听从夫人建议，穿着打扮实在怪异，这京城第一美人的称号应该是您才是啊。草包就是草包，飞上枝头也当不了凤凰，难怪会被皇后娘娘选为短命棋子。只可惜草包昨晚上吊未遂，我没能完成皇后交代的任务。王妃，请问原帕在何处？奴婢待会儿进宫要呈给皇后娘娘过目的。原帕？什么原帕？启禀王妃，原帕乃新婚之夜检验新娘是否完璧之身的白色帕子，若是原帕染红，则皆大欢喜；否则，新娘下场会很惨，或被休妻，或沦为贱妾，甚至被烧死、乱棍打死，或进猪笼。王妃所嫁之人是离王殿下，一言一行代表皇室颜面。您定会洁身自好，不会让皇室失望的，对吧？王妃，请问原帕在何处？还请王妃告知奴婢，奴婢赶紧收好，待会儿呈给娘娘过目。我昨晚根本没和沈君赐圆房，哪来的原帕？齐皇后把我当眼中钉，还不知待会儿怎么对付我。王妃，人不做亏心事，半夜不怕鬼敲门。奴婢相信王妃定是个洁身自好之人。流了这么多血，这血迹是苟建成昨夜擦手会伤口的。他为了遮人耳目，故意咬伤自己，让原帕染红。这家伙为了维护男人尊严，真是用心良苦。不过这老太婆为人太过下作，害得原主差点惨死，绝不能轻易放过她。高嬷嬷，你为了一张元带，激动得差点脑溢血，真是尽心尽职。不过我劝你一句，人不做亏心事，半夜不怕鬼敲门。心思太过恶毒，是不会有好下场的。小心亏心事做多了，不得好死。春燕、春香，领我去膳厅，用完早膳进宫奉茶。昨夜没睡好，早去早回，去完赶紧回来补觉。是王妃。王妃起床时被高嬷嬷顶撞，王妃直接扇了她一耳光，高嬷嬷摔倒在地，半张脸肿得发紫，还吐了血，掉了一颗牙，老惨了。后来高嬷嬷在床上寻找那个讲，高嬷嬷在床上寻找原帕，还说不染红会有严重后果，不是被休就是进猪笼。后来高嬷嬷找到了染红的原帕，王爷，您昨晚真的和王妃圆房了？丑八怪发飙，有点意思。为何打他？王妃说高嬷嬷昨晚故意透露太子成亲的事，还游说他刺杀您。后来王妃刺杀失败，
那老奴又游说王妃上吊为太子殉情。王爷，这高嬷嬷真不是个东西。若不是那人撑腰，一个奴才怎敢做出此等阴孽之事？本王一向将她当亲生母亲看待，事事顺从。如今我已被毁容，与皇位无缘。难道她为了太子顺利登基，非要除我而后快吗？再不出来，进宫奉茶就晚了。一个丑八怪需要打扮这么久吗？神仙姐姐，真鸡贼！昨晚竟敢化大浓妆骗我，是担心我霸王硬上弓吗？王爷，早上好啊！你今日好帅，用过早膳了吗？不会再等我吧？你再不来，本王还以为你睡死了呢。哇，好丰盛啊！小笼包、枣泥酥、桂花糕，都是我爱吃的。谢谢王爷。王爷，你怎么不吃呢？吃完赶紧上路啊！上路？去哪儿？下黄泉吗？要去你自己去，本王不去。王爷，你误会了，我说的是出发去皇宫。大男人斤斤计较，小气巴拉的。我陪你进宫是给你面子好吗？我这王妃不过是你遮人耳目的挡箭牌，你以为我不知道？否则你这大奸臣怎么可能娶个丑八怪，还故意咬伤自己的手在圆帕上抹血撑面子，长得人模狗样，可惜对女人不感兴趣。也不知今天穿红裤衩了没？蠢女人，本王今日没有穿红裤衩。昨晚你和离王大婚，宫中那位贵人昨夜去百花歌房，在那里听曲赏舞，一直热闹到深夜，没想到回来的太晚，清晨进宫后困得在车里睡了半个时辰。老天爷，这么大年纪还跑去百花歌房听曲，也不怕把自己累坏了。姬皇后也没闲着，在和他哥姬代幽会一夜。姬皇后真和他哥了？查太子怕不是建德帝儿子吧？他又在想什么？而是姬皇后和他哥的儿子吧？建德帝这顶绿帽子可够沉的，难怪史料记载姬代喜欢亲妹妹。这都是些什么乱七八糟的？史料怎么会记录这种无聊的事情？这么快就到了？离王府离皇宫这么近？在同一条街上。王爷、王妃，皇宫到了。脖子以下全是腿，真让人羡慕。这手长得可真好看，可以媲美钢琴家的手。不愿服就别服，至于吗？德行！原来这就是皇宫，真气派。宿主，太子有个新鲜热瓜，吃不吃？什么瓜？快说！太子与太子妃的婚事似乎有些难言隐情，听说两人暂时难以正常相处。什么？竟然还有这种事？这不是空心萝卜绣花袍，中看不中用吗？原主眼瞎呀，如何看上这种货色的？秀恩爱死得快，绣花枕头真会折腾人。把你折腾成这样，你还在这里绣得欢？有什么值得炫耀的？你们母女欺骗原主机关算尽，终于如愿以偿嫁给太子。希望你能一直这么炫耀下去，千万不要半途而废哟。蠢女人真是什么话都敢吐槽，虽有辱斯文，却莫名可爱。臣弟参见太子殿下，参见太子妃。参见太子殿下、太子妃，祝你们新婚快乐哟！起身吧，随本宫一起进去拜见父皇母后。走这么快，跟要赶去投胎似的。狗奸臣知不知道，恶毒姬皇后并非他的亲娘？什么？姬皇后不是我的亲娘？王爷，你为何不走了？我们还要走多久？别急，
待会儿便有软轿抬我们去凤福宫。我的亲生母亲到底是谁？在哪儿？是否还活着？看来只能耐心等待时机，听听这女人还能吐露些什么。儿臣拜见父皇母后，父皇万岁万万岁，母后千岁千岁千千岁。父皇请用茶，祝父皇福泽绵长，万岁万岁万万岁。好孩子，此后夫妻恩爱，相互扶持，互敬互爱，白头偕老。儿臣谨遵父皇教导，定当谨言慎行，克己克礼，以身作则，为天下表率。年轻人呐，不懂节制。母后请用茶，祝母后后福泰安康，千岁千岁千千岁。好好好，我儿，本宫终于盼着你长大成人了。此后你们夫妻定要和和睦睦，互敬互爱，白头偕老，儿孙满堂。是，儿臣谨遵母后教导。呵呵，你儿子这样，你说能不能儿孙满堂？离王由你亲手养大，你却对他百般嫌赠，为了不让他继承皇位，撺掇太子划伤他的礼。果然皇风伪上真，最毒妇人心啊！快快告诉我的亲生母亲之事。果然是个上不得台面的狗东西，竟连奉茶礼都不会。听闻你昨夜居心叵测，刺杀离王，你好大的胆子！老妖婆故意不接杯子，这是责怪我昨夜没将离王杀死。到了我飙演技的时候了。王妃昨夜并未刺杀儿臣。母后是从何处听来的消息？母后当着儿臣的面辱骂儿臣的王妃，是指责父皇为儿臣指婚的王妃不够好吗？母后，臣妾刚才为您奉茶，您为何故意不接呢？您是看不起臣妾，还是看不起离王呢？明明离王也是您的儿子啊！昨夜高嬷嬷受您嘱咐，极力说服臣妾刺杀离王，臣妾不忍下手，他又让臣妾上吊自杀，幸亏离王及时赶到救下臣妾。母后，离王也是您儿子，您为何要千方百计害死他呢？你这个大逆不道的草包，休要血口喷人！离王乃是本宫的孩子，本宫岂会加害于他？高嬷嬷在何处？你昨晚在离王府是如何教导礼仪的？为何他今日连丝毫规矩都不懂，还对本宫胡言乱语？娘娘，奴婢受您和太子殿下指示，前去离王府教导离王妃礼仪。您和太子殿下还让奴婢叫嚣离王妃杀死离王，免得他抢夺太子殿下皇位。又教唆奴婢，若离王妃刺杀失败，便劝他上吊自杀，灭他的口。奴婢办事不力，还请娘娘和太子殿下责罚。高嬷嬷让你和老巫婆狼狈为奸，我早晨趁你不注意，给你下了真心话大冒险。这种毒粉沾上身后，皮肤奇痒无比，只有说出真话，瘙痒才能停止。看老辣巫婆怎么下得了台。傻丫头看似傻乎乎，却大智若愚，不错，很不错。皇后、太子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们能否给朕解释一下？朕就剩下这2个儿子，
难道你们还要自相残杀吗？打算斗死后，让这大龙国江山后继无人？皇上，高嬷嬷前段时间得了失心疯，总爱胡言乱语，您怎么能相信这个疯子的话呢？离王和太子都是臣妾的孩子，臣妾向来对他们一视同仁，就连大婚也是同日举行，臣妾从未厚此薄彼过。来人啊！高嬷嬷得了失心疯，差点害死离王妃，将她拖下去乱棍打死。皇上，高嬷嬷乃臣妾奴婢，臣妾管教无方，差点铸成大错，还请皇上责罚。皇后，你身份尊贵，应宽仁敦厚，切不可恃宠而骄。朕而今只剩下这2个儿子，你更应让他们兄弟和睦，助我大龙国飞黄腾达。朕今日便不罚你了，你好好反省。母后好好休息，儿臣告退。启禀主人，昨晚太子和离王同日大婚，太子府宾客满堂，离王府却门可罗雀。据报，凤扶摇昨夜刺杀离王未果，自杀未遂。今日奉查，姬皇后故意刁难，当众辱骂凤扶摇。凤扶摇那个草包，哭着喊着嫁给太子，最终嫁给毁容的离王，自然寻死觅活。不过，这个毁容的离王可比太子强太多了。大龙国真正令本王忌惮的，也只有他了。当年他被丢到叶国当人质，装得懦弱无能，没想到成了本王的心头大患。还好他娶了个没脑子的草包，要是娶个厉害的，没准真能吞了大龙国。主人放心，凤家2位公子掌握兵权，凤丞相府定会扶持嫁给太子的凤福雪。姬夫人不喜原配的孩子，离王和太子必有一场死战，最后灭掉凤家兄弟的，不知是哪一个。木堂，继续关注梁府动向，适当的时候为他们添上一把火。大龙国必须灭亡，成为本王的踏脚石，否则本王坐不上叶国那个位置。是，主人。狗男人，用完就扔，提起裤子不认人，真是龌龊小人。亏得我刚才同情你，配合你秀恩爱，你这种冷酷无情的狗男人，千万不能对你动情。气死我了！为何偏偏给我分配这么个难搞的人攻略啊？我什么时候翻脸不认人了？我只是不习惯和不熟悉的人靠得太近。狗男人不近女色，攻略他比登天还难。以后我总不能天天待在后院守着1日3餐吧？出门吃喝购物还得伸手向他要钱，太丢脸了。3年后与他和离，得提前做好准备。狗男人一看就是穷鬼，我得想个赚钱的法子。我那间地段差的铺子可以拿来当本钱。3年后，为何是3年后？还骂我是穷鬼。他拥有预知大龙国未来的能力，我绝不能轻易放他走，得给点甜头才行。虽然你嫁给本王非你所愿，但你乃皇上金口玉言指婚，与本王拜堂成亲的王妃，所以你必须慢慢学会管理王府。待你熟悉之后，才能接手管理王府上下事务。本王白日要去宫中上朝，无暇管理府中事务。如今王府由管家来福和张嬷嬷负责，等回府后，我会让他们带下人见你。王爷，请问我接管王府后有收入吗？1个月大概多少银子？你有封地、庄子、商铺、矿产之类的吗？你1年大概多少收入？以后你的收入是否都交给我管理？正所谓男主外女主内，我帮王爷管理王府也是应该的。你乃本王的王妃，
自然是有利银的，一年大概500两银子。本王的俸禄一年是1万两银子。除此之外，还有封地商铺庄子的收入，大概还有7、8万两银子。凡是离王府明面上的收入都会进账目，你乃王妃，自然有支配权。不过每一笔花销都需记账。天啦噜，我竟然一不小心抱了条金大腿！原主以前月例才3两，丞相爹俸禄也才1000多两，没想到一个不受宠的王爷收入竟然这么高。我得紧紧抱紧这条金大腿，嫁给他们就能财富自由，这种好事谁不想？肤浅贪婪的守财族。我还没说暗中的矿产和酒楼呢，那些才是大头，我才不会告诉你。宿主，有根搅屎棒来找你麻烦了。王府来了根搅屎棍，谁啊？你进去看看不就知道了。这根搅屎棍可是个难缠的玩意儿。蠢女人脑子是不是有坑？什么乱七八糟的！狗腿子，等着瞧，迟早有一天我会让你们对我服服帖帖。狗男人，走这么快要去投胎吗？提起裤子翻脸不认人，真是卑鄙小人！死女人，又在说我提起裤子不认人，我根本就没脱过裤子。我忍，为了听她心声，我一定要忍住。王爷这是怎么了？为何跟个受了气的小媳妇似的？娶个不爱的女人，天天看着闹心。王爷，您在等我吗？您真是太体贴了。其实您不用等我的，我自己进去就好。哼。凤燎瑶，你过来，我有话对你说。搅屎棍为何是个五颜六色的鸡毛掸子？长公主，你找我有事？这个大姑子果然是根恶毒的搅屎棍，5岁就把沈君池绑起来藏废院，害他差点饿死。原主死后，他还往府里塞女人监视，各种诋毁陷害，狗奸臣名声败坏，全靠这棍子推波助澜。他连我5岁时发生的事都知道，他到底还知道哪些秘密？看来今晚得继续爬呀。皇姐不好好待在你的公主府，跑来这里做什么妖？沈君茶，你是怎么和皇姐说话的？真是不懂礼数！皇姐今日过来，是听说这贱人昨晚刺杀你，还上吊自杀，丢尽了皇室的脸。君慈，这个女人不配做你王妃，只适合做贱妾。我要你将她贬为贱妾，再娶一个适合你的女人。凤扶摇嫁给本王，乃是父皇金口玉言指婚，本王娶她3媒6聘，她乃本王名正言顺的王妃。皇姐一开口便让我将她贬成贱妾，好大的口气！皇姐是否觉得你的话比父皇的话还管用？皇姐是想谋权篡位当女皇吗？怕不是脑子烧糊涂了吧？你若脑子不清醒，便去洗洗脸。沈君慈，你别不知好歹！我一心为你，你竟污蔑我谋权篡位！你果真和小时候一样，是条咬人不叫的野狗！凤扶摇刺杀你的事传得沸沸扬扬，他们说他是只破鞋，说你不是男人。你清醒点儿，这个草包根本不配当你王妃！傻王爷，
这搅屎棍哪是为你好，他不过是想让你娶个奸细监视你。你也蛮可怜的，从小被抱回皇宫，没人疼，没人爱，挨打饿饭是家常便饭，还经常被这恶毒姐弟虐待，连太监也敢欺负你，能活下来真是奇迹。以前我不管，以后我会保护你。没想到我活了18年，最了解我之人，竟是来自1000年后的孤魂野鬼。哦，皇姐觉得我更适合哪个女人呢？玉柔拜上表哥，表哥福泰安康，吉祥顺意。我操，哪里来的蛤蟆精？真是癞蛤蟆找青蛙，长得丑玩的花。宿主，她是姬皇后兄长的女儿，这女人绝不是善茬，曾因情义比不过庶妹，设计将庶妹淹死。她一心想嫁给沈君慈，上个月还得了桃花癫，今日她和沈君贤杀上门来，你自求多福吧。就因为嫉妒便杀害庶妹，难怪一副可不相。还好狗奸臣没爱上他，否则死的有武大郎还惨。当年庶女落水竟是他所为，果然是条毒蛇。君此，与你相配之人非玉柔莫属。他琴棋书画样样精通，哪像某些草包，粗鄙不堪。表哥，若是柔儿嫁给你，定舍不得伤害你。柔儿定会与表哥举案齐眉，一心一意。凤雅友，你真是太狠心了，他可是你的夫君，你的心是蛇蝎做的吗？你根本不配成为表哥的王妃。一个未出阁的女人，恬不知耻跑到离王府推销自己，是有多贱？我和夫君床头打架床尾和，需要你这老绿茶指手画脚？哼，你们是吃多了盐水泡黄豆，闲出屁了吧？蠢女人牙尖嘴利，我倒要看看她打算如何应付这2个女人。小贱人，竟敢对本公主不敬！本宫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。就连父皇也未曾如此待我，你算老几？今日本宫不打得你满地找牙！这个来自1000年后的少女，内功似乎并不弱。今日我倒要看看她的实力。想干架？来啊！这根搅屎棍不是爱出风头吗？那就让他好好出一出风头吧。又是那种粉末，难道昨日高婆婆说真话，就是因为这个？你敢打我？凤瑶瑶，你怎能如此对待长公主殿下？不要太过分了！你心思如此歹毒，皇后娘娘是不会放过你的。凤瑶瑶，你个贱人，你好大的狗胆！本宫长这么大，还没人敢这么待我！来人，赶紧打死他！一切由本宫负责。凤无瑶，你就等着受死吧！狗男人，这搅屎棍是因你而来，你竟然在后面当缩头乌龟，你到底是不是男人？老娘好歹也帮你撑着门面，你竟然袖手旁观，冷血的王八蛋！以后我再帮你，我就是猪！够了！我看谁敢动他！太酷了，王爷你好帅啊！沈君贤，你私闯王府，指责本王王妃对本王指手画脚，如市井泼妇般无礼，
不知廉耻，皇家的颜面都被你丢光了，你有什么资格干涉本王婚事？难道你要爬在父皇头上作威作福、图谋不轨吗？沈君慈，你竟敢诋毁我！我好心卫是个忘恩负义的家伙！你辱骂本王，乃是对父皇不敬。本王只是代父皇教训你，赶紧滚！别再让本王看见你，否则本王见一次打一次。有好戏看。他怎么敢如此对我？这泼妇面目可憎的样子，实在令人作呕。我一天都不想和她过，可偏偏不能得罪。这样的日子何时是个头啊？公主殿下，发生了何事？还不是被沈君慈给气的。本宫听闻凤瑶瑶大婚夜刺杀他，好心过去让他扁了那草包，没想到他不但不领情，还和那草包一起打我，将我赶了出来。这个忘恩负义的东西！殿下，凤乔瑶嫁给离王乃皇上指婚，您若横加阻挠我，怕会惹皇上不快。臣认为，殿下还是不要多管闲事。你竟然说本宫多管闲事！大龙国皇室的脸都丢尽了，梁素冠，你是不是脑子坏了？你全家脑子都坏了。离王心机深沉，岂是你这种蠢货能对付的？你想死我也不拦着。公主想怎样就怎样吧，您高兴就好。臣还有事，先去忙了。你陪我去见母后，本宫一定要让凤瑶瑶不得安宁。儿臣拜见父皇皇后。起来吧。贤儿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可是谁欺负了你？告诉母后，母后帮你撑腰。夫妻应互相扶持，不该天天吵架。你们成婚9年，早该生下一儿半女，何苦天天闹腾？是，臣谨遵娘娘教诲。当年我高中状元，却被迫娶了这母夜叉，她杀我自幼相伴的表妹，还当众掌剐我。她仰面时夜夜笙歌，我被戴了无数绿帽，这日子太憋屈了，我找谁说理去？好痒，像千万只蚂蚁在爬。如果不说出心里话，我感觉会痒死。总管，我对不起你，我对不起你啊！我不该背着你在外面买宅子，养小块面粉。6年前我买了2个绝色小馆，后来又买了许多。你不来公主府，我就去外宅寻欢作乐。这贱人做了不说，我还能装不知道，可他竟敢当着帝后的面承认，我总不能继续装乌龟吧？公主自重！混账东西！你可知你刚才说了些什么混账话？你这个不知廉耻的东西，这是要活活气死朕啊！齐燕，这就是你教出来的好女儿，将祖宗的脸都丢尽了。这事要是传出沈家皇族，脸还往哪儿搁？即日起，撤去沈君贤长公主封号，不再享有长公主待遇。天啊，
我刚才都说了什么混账话？我为什么要对刘宗观说那些话，还当着父皇母后的面？我为何控制不住自己的嘴？不会是被凤飘瑶气出了失心疯吧？孽障！本宫早就劝过你，行事不能太张扬。你哭着喊着非要嫁给他，却对他非打即骂，还杀他的未婚妻。男人都要面子，谁会喜欢你这种泼妇？你找乐子只要手脚干净点儿，驸马岂敢来找你麻烦？可你这蠢货竟当面说出来！你以为对他忏悔，他就会原谅你？你杀了他青梅竹马，他怎么可能原谅你？本宫怎会生出你这种没脑子的东西？母后，我也不知为何会说出那些话。刚才我身上痒的难受，说出来才舒服了些。现在怎么办？我的长公主封号没有了，没有了！只有对外宣称你是因为高烧胡言乱语，才被撤去封号，已请太医医治。爹娘，当年我嫉妒庶妹姬玉婵琴艺比我高超，于是骗她搭到湖边，趁机将她推下水淹死。后来我骗大家说是她自己摔进去的。爹娘，是我对不起她，请大家原谅我吧。老天爷，我刚才又说了什么鬼话？我怎么把这件事说出来了？你可知你刚才说了什么？你说的可是真的？我可怜的女儿，你死得好惨啊！老爷、老太爷，求你们为我主持公道啊！老爷，柔儿的桃花店又犯了。我可怜的儿啊，你这病为何还没好？这病时不时就发作，总是胡言乱语，快传府医，玉柔又不好了。家门不幸，家门不幸啊！王爷，你家疯狗可真多，记得下次别放进来了，免得误伤好人。还有，我今日为你又受气又挨骂，你是不是该补偿补偿我？补偿？你想要什么补偿？王爷，你看，大姑姐威胁我，蛤蟆精觊觎你，都是我帮你挡的。看在我尽心尽力的份上，你补偿我500两银子。500两？你怎么不去抢？你爹1年才几两银子的俸禄，随随便便挡一下便要500两，1年挡20次，岂不是要1万两？你怕不是钻进钱窟窿里，想钱想疯了？王爷，您身娇肉贵，比我爹可金贵多了，我爹怎能和您相提并论？你急什么？只要你乖乖听话，不要说500两银子，就连本王都是你的。小气鬼，不给就算了，何必找借口？下次别再指望我给你挡刀了，自求多福吧。哼，狗奸臣，真是一毛不拔的铁公鸡，亏我刚才还护着你。以后有事找别人去，姑奶奶不伺候了。我真担心有一天忍不住把这女人给劈了。
3年后要是大龙国不灭，我就和离走人，自己当富婆去。小姐，银子怎么不见了？嘘，别声张。我娘留给我一个神奇口袋，能装宝贝，还能隐匿，以后银子都放里面，安全。这口袋也太神奇了，奴婢一定帮小姐守好秘密。小姐，您今日打了长公主，她那种睚眦必报的人一定会报复您的。我反不反抗，她都要对付我，还不如先发制人。我可是皇上指婚的王妃，不怕她。小姐，王爷请您去膳厅用午膳，王爷派了掌管后院的张嬷嬷来接您。昨夜没睡好，吃完得补个觉。奴婢张嬷嬷见过王妃。奴婢自王爷3岁便伺候在座，如今掌管后院，王妃有事尽管吩咐。张嬷嬷劳苦功高，真是王爷的得力帮手。以后后院之事，还得仰仗嬷嬷多多操劳。果然是个没用的草包，王爷向来仰仗我，怎会将家务交给这种人掌管？嬷嬷真厉害。这些奴才管事久了，真当自己是主人了。要是敢中饱私囊，别怪我不客气。这家伙虽然只是坐在那里，却风华无双，脸也帅得掉渣，难怪蛤蟆精得了桃花癫，红颜祸水呀！死女人脑回路是不是有问题？还不坐下用膳？要让本王等你到天荒地老吗？王爷，你先吃啊，让你等这么久多不好意思，下次别等了。才等多久就天荒地老？狗奸臣怎么这么大火气？味道真不错，这年代的食材纯天然，哪像1000年后都是科技与狠活，一不小心就吃出病。抱歉，吃的有点饱，没控制住。以后想吃什么告诉来福，本王每日上朝，你饿了便先吃，不必等我。好的嘞，王爷。奴才来福见过王妃，王妃若想吃什么，尽管告诉奴才。多谢来福管家，我不会客气的。王爷，我昨晚没睡好，先去眯一会儿。跑那么快要赶去投胎吗？先别急着走，本王带你见见王府的下人，免得以后认错人丢本王的脸。王爷，你能不能走慢点儿？你拽疼我了。狗男人跑那么快，仗着腿长了不起，脸拉得比驴还长，我欠你银子了。哼！乖徒儿，你说你昨日成亲娶了王妃，娶的还是那个臭名昭著的大草包。我的乖乖，这不是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吗？嘿嘿，牛粪是草包，你是鲜花，凤瑶瑶那个大草包，怎配得上我赫连缺的徒儿？为师可是令人闻风丧胆的一代宗师，你娶大草包的事传出去，为师这张老脸往哪儿搁？沈建德那个老东西一定是故意羞辱你，不行，
我要去找老东西，让你和草包和离。师傅，您别冲动，这女人我留着还有用。臭小子，听师傅的话，这种拖后腿的女人要不得。一个大草包，难不成你还留着她当枕头用？这世上2条腿的女人多的是，休掉这个，下一个更乖。师傅，我留着她真的有用。徒儿，我们苦心布局这么久，不能因为一坨牛粪功亏一篑。再说，你体内的寒毒之症又快发作了，在寒毒治好前，千万要洁身自爱，万万不可破了童子身，否则必定元气大伤，让你雪上加霜。自记事起，每年发作寒毒都生不如死，若不是师父帮我控制，我早就去见阎王了。师父，我并非好色，也非贪图她的美色，之所以留着她，是因为发现她并非草包。她不是草包，那长安城传她又草包又花痴是怎么回事？还听说她新婚夜刺杀你。徒儿，此女心狠手辣，不是善条，万一是皇后派来的奸细，你死1万次都不够。师父，我告诉您一个秘密，您千万别对任何人说起。凤扶阳不但不是草包，还拥有某种预知能力，知道许多不为人知的秘密。他对徒儿将来成就大事有用，所以徒儿必须留着他。这牛粪竟有预知能力，那他能预知将来你能否坐上那个位置吗？他心声说3年后父皇驾崩，太子上位，我会横死，大龙国灭亡。我不信命，我要拼尽全力拯救国家。师父，我暂时还不知道，他能力时有时无，但将他留在身边，比天道阁更有用。你这样一说，那你先留着那坨牛粪，留着当枕头吧。不过为师还是不太放心，我要去试探试探他，看他到底是真傻还是装傻。若这坨牛粪对你藏有祸心，为师绝不饶他。师父，你别太过分啊，她毕竟是我名义上的王妃，她若有个3长2短，传出去不太好听。放心，为师知道分寸，不会弄死她的。为师易容术又长进了，拿它试一试。师父，您出去忙了这么久，还是好好休息吧，别再调皮捣蛋了。知道，我还是住在明月阁。臭小子，若见我试探他，可不许帮他啊，否则我会生气的。小姐，先吃点东西吧。王爷呢？他在哪儿？王爷午膳后便没来过，想必忙去了。小姐，王爷没把大权交给你，库房钥匙还在张嬷嬷手里，咱们以后岂不是要看人脸色？掌管王府的事不必着急。春香，昨日是几月几日？小姐您不记得了？昨日正月15是您大婚的日子啊。你去请来副管家，让他安排个熟悉府里的丫鬟，我想四处走走。是。奴婢翠花参见王妃，请听吩咐。翠花，你带我四处走走，我想熟悉环境。离王府比丞相府好多了，今日便让你开开眼界。富贵人家的小姐，谁不是躲在房间？你倒好，连马厩都不放过，一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。这里是什么地方？这是王爷专用浴室，王爷每年春夏寒毒发作，必须泡这里温泉水缓解。王妃，后面是花园，草木凋零，没甚看头，还要逛吗？自然要看，带路。此兄，
听说你昨晚差点被草包宰了，真的假的？那草包怎么像夜叉似的？你没受伤吧？此事传得沸沸扬扬。司空小宝，传说中沈君子的好基友来了！哎呀妈，好激动！好想看看他长啥样。我听说后急急来看你，生怕你出事。咦，你的手受伤了？是被草包咬的吗？这个大草包怎能如此过分？好气哦！无妨，你不用担心。春闱快到了，你准备的怎样？我司空小宝是谁啊？我可是人见人爱的小宝，我一定会高中武状元的。以后我要当你最得力的帮手。这 CP 我磕定了。可我要是贸然出现，会不会被苟建成当成捉奸的灭口？蠢女人，真是阴魂不散。慈兄，怎么了？那有刺客，谁敢来厉王府撒野？抓住了，定要用天道阁18般酷刑让他交代。什么人，还不滚出来！否则别怪本王不客气。哎呀，王爷，您怎么在这儿？真巧，这位公子是谁？看上去玉树临风，真乃人中龙凤。在下凤扶摇，幸会。我操，这油头粉面的铁憨憨就是苟建成的好朋友，又黑又壮，男人味十足，攻略彻底没戏了。蠢女人又在乱点鸳鸯谱，我真想一脚把她踹下山去。你真的是凤扶摇？凤扶摇不是穿得像鸡毛掸子，又丑又傻的大草包吗？我还记得去年你在明月楼逼太子娶你，被泼了一脸汤汁，成了长安城名人。凤扶摇，我慈兄比太子强多了，以后你对他好点，别动不动就作妖。这司空小宝帅真可爱，就是缺心眼，当面揭短，让你好朋友的脸往哪搁？明明是被你这蠢女人气的。我就是凤扶摇，以前是丑八怪，现在决定改头换面，重新做人。兄弟，嫂子还是不错的，你就别挑三拣四了，哪像我天天被逼相亲，烦死了。我这么英俊，哪个女人都配不上我，是吧，慈兄？这家伙看着不太聪明。你不下山还待在这里干什么？王爷既嫌我打扰，我走便是。待会儿让人给你们送茶点，你们慢慢聊。再见。死奸臣，这就嫌我碍眼了。这隐秘地方真是幽会好去处。慈兄，那我也先走了。王爷，都怪奴婢不好，是奴婢领着王妃来这花园的。王爷不要责怪王妃，要怪就怪奴婢，奴婢愿意受罚。这花花肠子也太明显了，主动往枪口上撞。既如此，那便去找管家受罚，杖责15大板。王爷饶命，是王妃想熟悉王府，管家才指派奴婢带路的。前后矛盾，私藏祸心，逐出王府，或杖责18大板，你自己选。滚！春燕、春香，去把浴室收拾一下，我要泡个温泉浴。小姐，管浴室的张嬷嬷说那是王爷专用的。她说王爷有洁癖，不许别人碰。您不能用。我们都同床共枕了，我连个浴室都不能用，这是哪门子规矩？张嬷嬷是吧？拿着鸡毛当令箭，去把张嬷嬷和管家来福都给我请过来。小瓜帮我查查，来福和张嬷嬷手脚干净吗？来福还算秉分，但张嬷嬷有问题。她是姬皇后的人，跟了离王很多年。张嬷嬷有个儿子叫张大山，吃喝嫖赌，她把采买的差事给了儿子，母子俩暗中弄走不少银子。去年他还偷钱给儿子买了套宅子。好啊，我正愁没机会接管大权，这就送上门了。见过王妃。见过王爷。嗨，王爷，这么快就完事儿了？
这么快就结束了？不气我，你是不是浑身不舒服？我倒要看看你又要做什么妖。狗男人不想让我管家，我偏要管。我要让你看看你信任的张嬷嬷是什么货色。一想起你吃瘪的样子，我就开心的睡不着。张嬷嬷，来府管家，我是这离王府的王妃吗？王妃乃皇上赐婚，王爷明媒正娶，当然是名正言顺的王妃。您有何吩咐？奴才一定竭尽全力满足。哼，王妃，奴婢管理王府以来，账目清清楚楚，下人都懂规矩，知道什么该做，什么不该做。王爷的御室、书房，您不可随便进出；库房钥匙在奴婢这儿，你也不可随便索要。凡事都要过问王爷，不可逾越。张嬷嬷是姬皇后的人，她贪污的事我心知肚明，只是为了大局，暂未动她。不知这草包今日能否帮我除去这个祸害？我很期待。狗奴才还真当自己是女主人了，我今日便让你心服口服。好一个遵守规矩！张嬷嬷，我问你，王府的收入支出都记账了吗？采买是谁负责？自然记了，记账和采买都由张大山负责。来府管家，去通知张大山，让他带着近3年的账目来见我。奴才就要有奴才的样子，而不是爬到主人头上作威作福。张嬷嬷，你说是不是？王爷，天色已晚，黑灯瞎火查账不方便，何不等到明日？万一影响您休息，可就不好了。王妃是女主人，她说查便查。来福，还不快去！云十七，你陪来福一起去，把近3年的账本都搬过来。王爷，您要不要用点点心？查账可能需要一点时间，您先去用晚膳吧。王妃为王府鞠躬尽瘁，本王自然要陪着。等你忙完一起用膳，本王不急。这腹黑鬼肯定在等我看我出丑，等着瞧吧。奴才见过王爷，见过王妃，账本都在这儿了，请过目。张大山是吧？这些都是近3年的账册，哪些是收入，哪些是开支？回王妃，蓝色标记的是收入，红色标记的是支出。这几本是前年的，请过目。前年同收入5860两，去年5600两。狗奸臣跟我炫耀年入7、8万两，原来大头都进了他小金屋，根本没入公账。哼，他早知道张嬷嬷是皇后的眼线，所以防着呢。阴险的家伙！这女人能想到这一层，看来挺聪明。若能帮我除掉张嬷嬷，倒是不错。连笔都拿不好，大字不识几个，装什么名堂？待会儿看你怎么出丑。张大山，前年修缮费2000两，你解释一下，2000两都能京城买座豪宅了。置办衣裳1000两，你是用银子做的银布衫吗？买把斧头20两，那是金斧头还是镶了宝石？几乎每一笔都虚高，解释一下怎么回事？王妃，王府修缮马虎不得，王爷的官服镶有宝石，食材也是上等的，支出的银子合情合理。您平时只知吃喝玩乐，不懂这些也正常。
宿主，别听他胡说，那些钱都被他拿去给儿子买豪宅了，地契就藏在他床下的木匣子里。张嬷嬷，王爷一向信你，你却中饱私囊。前年修缮王府后，你在大街为你儿子买了一套2000两的豪宅。你1个月才3两银子，你儿子才2两，这钱不是从王府贪的，是从哪儿来的？这贱人怎么知道的？不行，打死也不能承认。王爷，奴婢陪您在叶国吃尽苦头，对您情同母子啊！这个草包新婚夜刺杀您，现在又对奴婢血口喷人，他是嫉妒奴婢被您看中。请王爷明察，万万不能被这小人蒙蔽了双眼呀！王爷，你若不信，大可让人去搜查他的房间，看看到底有没有那豪宅地契，说不定那地契便藏在床下某个雕花匣子里。真的假不了，不用谢我，我做好事从来不留名。你这个毒妇，刚刚嫁进王府便挑事找茬，一看就不是好东西。王爷，奴婢求您赶紧将这毒妇休了吧，娶妻不贤祸3代，她迟早会害死您的。这世上只有奴婢对您才忠心可见啊。石七、萧颖，你们和来福去他房间搜，看看有没有地契。是，属下遵命。是，属下遵命。王爷，您还记得您5岁被长公主绑在废屋，是奴婢救了您吗？要不是奴婢，您早已不在人世了。8岁去叶国当人质，是奴婢不离不弃照顾您。为了护您，被恶狗咬得遍体鳞伤。大雪天为了给您讨粥，受尽凌辱，才为您换来1碗稀粥。王爷，奴婢的忠心天地可见，您不能被这妖妇蒙蔽啊！你确实做过事，但那是职责。系统说，帮皇后给离王下寒毒，在她毁容伤口加溃烂之毒的，都是你这毒妇。你对她怎么下得去手？真是忘恩负义的毒蛇！难怪当年每次上药都痛得死去活来。你表面忠心，实际上是皇后的恶狗。伤口反复溃烂，折磨了我2个多月，左脸才变得惨不忍睹。原来是你一直骗我，说伤口深才愈合难。你毁了我1辈子。王爷，地契找到了，地址就在王府大街。张嬷嬷房间还藏了不少御赐布匹，码得像山一样。王爷饶命！求王爷看在奴婢服侍多年的份上，饶了奴才和大山的狗命吧！王爷饶命！王爷饶命啊！张嬷嬷，本王一向信任你，没想到竟养了一条白眼狼。如今人赃俱获，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来人，将这对狼心狗肺的东西拉出去杖毙！王爷，王爷！跟我来。这是后院库房钥匙，你收着。此后辛苦你管理王府后院之事，采买记账等事宜也辛苦你来安排。只要是王府的东西，你都可以随便用，不必知会本王。那我就不客气了，谢谢王爷信任。我谢你全家，大头都进你小金库了，就给王府这么点花销，打发叫花子呢。你不是哭着喊着要去浴室沐浴吗？到底还去不去？王爷，你去忙吧，我先去沐浴了。还有一件事，王爷，我睡相不好，旁边有人会睡不着，你不如把琉璃轩让给我，你去别的房间睡。王府房间多，也方便你和司空小宝见面。你看我多通情达理。我要去沐浴了，祝你好梦哦。想甩开我，门都没有。小姐，您今天和张嬷嬷对着干，可吓死我了。您是第一个新婚第2天就拿到大权的新娘，太厉害了。是啊，张嬷嬷平日飞扬跋扈，我今天跟她说您要用浴室，她横眉竖眼的，活该被杖毙。
张嬷嬷若本分，王爷绝不亏待她。可惜人心不足蛇吞象。以后我掌管王府，你俩也要跟着学会做账，做我的左膀右臂。是，奴婢遵命。被窝真舒服，还是一个人睡爽。春燕，把另一床被子抱走，王爷今晚不来这睡了。小姐，这怎么行？才大婚，王爷就不和您睡了？他是不是怪你除掉张嬷嬷？不是，是我一个人睡习惯了。你俩下去吧，我困了。太棒了，有烤全羊。烤全羊穿着红裤衩，等等，这是烤王爷。我要那条烤羊腿，我不要烤王爷。烤王爷，你敢烤本王？还是火堆旁暖和。我不要烤王爷，我要烤羊腿。找到烤羊腿了。蠢女人，睡觉如此不老实，真是欠揍。我的烤羊腿，我的烤羊腿不见了。没完没了是吧？改天本王一定买头烤全羊，撑死你！大四郎，你是谁？大夜里鬼叫什么？本王才差点被你吓死！看你披头散发的鬼样，赶紧睡吧。王爷，原来是你啊！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刚才做噩梦，被一个穿红裤衩的色狼追赶。醒来见身边躺着个戴面具的男人，还以为是四郎，我不是故意的。赶紧睡，别神神叨叨。不是说分床睡吗？你大夜里偷偷爬我的床，我哪里知道是你，非要和我起，又不是我的错。这是灵王府，本王想去哪儿睡便去哪儿睡。王爷，你我本是陌生人，为了皇上旨意无奈捆绑，和不爱的女人同床，你怕被人耻笑，我会把你当好姐妹，帮你守好秘密。蠢女人，又是差点被气死的一夜。小姐，起床啦！今日是您和王爷大婚第3日，是您归宁的日子。归宁？什么归宁？就是新娘和姑爷回门，今日老爷定会大办宴席，不过也是太子和太子妃归宁的日子，你们定会碰上。奴婢一定要把您打扮得漂漂亮亮的，免得被二小姐比下去。这衣裳是王爷特意让人准备的。小姐，王爷一早便让来福备了丰厚的归宁礼，考虑的真周到。王爷可比太子对您上心多了。以前您送那么多礼物给太子，他一见面就冷嘲热讽。沈君子为了面子还真是做足了功夫。
可谁知道他不喜欢女人呢？宝宝心里苦啊。快点儿，太子和小姐马上回来了。老爷，他们为何还未到？也不知雪儿在太子府是否习惯。她在家时被我们娇养，真希望她过得幸福，早日为太子生下子嗣。老爷，瑶儿大婚夜刺杀离王，还上吊未遂，丢尽了凤府的脸。他行事疯癫，您今日可要好好说说他，让他收敛收敛。老爷，夫人，马车到了，马车到了！太子和太子妃到了吗？终于到了。竟然是那个大草包，雪儿为何还未到？你闭嘴，跟我上去迎接王爷。离王容貌有瑕，岂能跟太子比？那草包也只配嫁给这种人。你有什么好得意的？真是缺什么炫什么，走路跟螃蟹爬似的，一定被折腾得不轻。当初你和你娘索水我对太子死缠烂打，自己却勾搭太子，真是顶级绿茶。3秒，走路像螃蟹，这是一个女人家能说的话吗？臣参见太子殿下、太子妃，参见离王殿下、离王妃。凤丞相、姬夫人请起，不必客气。此乃南洋火山湖，是本宫和太子妃精心准备的。这也太贵重了，太子殿下有心了。这男人真讲义气，我帮他挡枪，他帮我做足面子工程，真是好姐妹。你对我这么好，我也一定会对你好的。好姐妹，我们是夫妻。这女人脑子到底装了什么？此乃本王和王妃备的礼物。太子殿下、离王殿下太客气了，里面请。两位小女从小娇惯，还请两位殿下多多包容。臣只盼他们能早日生下子嗣，为殿下开枝散叶。雪儿，你既已嫁人，定要温柔贤惠、恪守妇道，以后切莫再任性，记住了吗？是，女儿谨遵爹爹和母亲教导。去他娘的母女情深，我一个外人就不掺和了。虚伪的场面话，听得都快吐了。姬夫人，要是你知道扎太子只是银枪蜡口加变态，会不会被活活气死？嘿嘿。太子殿下，这些都是父亲特意为您准备的，您多吃一点。雪儿能嫁给殿下，是她3世修来的福气。看见你们恩爱，臣妇就知足了。雪儿温柔贤惠，岳母放心，本宫一定会好好爱惜她的。带你们小姐去换衣服。遇见你，遇见时，好狗不挡道，你不会连这个道理都不懂吧？瑶儿，几日不见，可想死我了。没想到你不化妆的样子竟如此漂亮。
还记得我们的誓言吗？只要你帮我干掉他，我便让你做我的侧妃。等我做了皇帝，封你为皇贵妃。妈呀，就你这3秒就倒的水货，还是算了吧，姐看不上啊。殿下，真的吗？可是我不明白，你为何一直想干掉沈君慈？弟弟，就他。瑶儿，我不妨告诉你，他已被毁容，他并非我亲弟弟，而是父皇捡回来的野种。他娘是个下贱歌姬，还不知他爹是不是父皇。就这种货色，我凭什么对他客气？父皇偏偏把天道阁交给他管，必须得到天道阁，所以他必须死。只要你帮我干掉他，我一定封你为皇贵妃。我操！渣太子太恶心了，竟敢当众勾引我，拿我当傻子吗？我若真杀了沈君慈，定会被老皇帝凌迟处死，哪还有机会当侧妃？渣太子这是一石二鸟。这畜生从小就千方百定算计我，小时候假装失手毁我的脸，如今又骗凤扶摇刺杀我，果然是个狼心狗肺的畜生。你做梦都想不到，草包早已换了心，最后还不知谁干掉谁呢。瑶儿，对不起，都是我的错，这是我特意送你的礼物。我知道你还在生我的气，气我娶了凤芙雪，可那是父皇母后的旨意，并非我所愿。我最喜欢的人其实是你，只要你帮我杀死离王，我便娶你为侧妃，绝不食言。狗渣男，你这么蠢是如何当上太子的？正因为你当了皇帝，才加速大龙国灭亡。要我说，沈君慈比你强1000倍。他英俊潇洒，有勇有谋，能隐忍。不但如此，还阴险狡诈，有谋略，哪是你这种蠢货能比的？哪像你，蠢里蠢气，跟头狗熊似的，还只有可怜的3秒，真是个大蠢货呀！蠢女人，算你有眼光。我现在还不能杀太子，必须徐徐图谋，不能功亏一篑。狗渣男，你可真是屎壳郎戴面具，臭不要脸！以前你骗我嫁给离王杀他，如今还想骗我卖命。你这么下贱，你父王知道吗？哼！再见，前夫哥，我会帮你多烧点纸钱的。赶紧去死吧！多看你一眼，我都像吃了屎一样恶心。傅扶摇，本宫许你侧妃之位是看得起你，别给脸不要脸！本宫才是未来的皇帝，等本宫上位，一定赐死他！你想活命，必须配合本宫。沈君慈，你竟敢殴打本宫，好大的狗胆！你骚扰本王王妃，诱骗她刺杀本王，本王没杀你已给足面子，再有下次，本王要你死！沈君慈，明明是他恬不知耻，拦住本宫，勾引本宫，你可得看好你心爱的王妃，免得她给你戴绿帽子！哼！傅扶摇，你个不要脸的贱人，竟敢趁我不在勾引太子殿下！你莫不是想嫁给他想疯了吧？你已经嫁给离王，就该恪守妇道，趁归宁之日偷偷勾引太子，你可真是个厚脸皮的贱货！凤芙雪，你是真瞎还是装瞎？你哪只眼睛看见我勾引这个狗渣男了？当初你百般算计，劝我帮他杀人放火，我傻傻当炮灰，你却嫁给他。你可真是憋着一肚子坏水，这种狗渣男，姐压根儿瞧不上。不过你俩挺般配的，祝你俩天长地久，一定要幸福哦。好妹妹，听说渣太子那方面不行，还是个变态。奉茶那人见你走路不利落，我真好奇你俩怎么洞房的，方便透露下，让我开开眼界吗？凤扶摇，休要胡说八道！你这个货，我要让你死！嘴巴放干净点儿。我都闻到你口臭了。我是不是胡说？你心里没数？也是。夫君不能人道，传出去多丢人啊！你这个不知廉耻的混账东西，怎能背着雪儿勾引太子殿下？果然是个上不得台面的东西！你嘴巴放干净点儿，再敢污蔑本王王妃，死！老爷，您管管他呀！这事要是传出去，您还如何做人？老天爷，这个让人怎么活呀？无知蠢妇，给老子闭嘴！还嫌闹得不够大吗？赶紧把丫鬟婆子撵走！此事我们解决，万万不可张扬。这个小就该趁他小时候弄死他，留着真是个祸害。姬夫人，不问青红皂白泼脏水，你们哪只眼睛看见我勾引渣太子了？是因我走在半路被他拦住，让我帮他杀离王，
还是因为他说对我有情，想送我金钗，被我严词拒绝？你不看好自己的狗，却怪被狗咬的人。渣太子对你是个宝，在本小姐眼中狗屁不是。多吃点猪脑子补补脑吧。还有你，缺脑子的蠢夫人，你女儿是非不分，你也是个蠢货。明明是他拦住我说话，你却污蔑我勾引他。老爷，您看他说的是什么胡话？太子殿下怎么可能让他刺杀离王？太子殿下，下官这个女儿行事乖张，您大人不计小人过。家门不幸，瑶儿你够了，不要再疯疯癫癫、胡言乱语。本宫知道她行事乖张，是不屑和一个草包计较的。你这个恶心，我今日非打死你不可！你嫉妒我嫁得好，便百般污蔑太子殿下。凤芙雪，你明明一副人样，为何长了个猪脑子？我对你家狗没半点兴趣，别让它跑出来乱咬人。妈呀，就你这3秒就倒的水货，还是算了吧，姐看不上啊。你这么恶毒，那就让你说说真心话吧，也让渣太子享受下被人戳脊梁骨的滋味。嘿嘿，我是活神仙。哼，本王王妃在花园等本王，何时勾引阿猫阿狗了？本王王妃温柔贤惠，对本王一心一意，下次再敢污蔑她，本王绝不轻饶。好姐妹好好看，她来为我撑腰啦！原来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。好姐妹，我给小绿茶下了药，待会儿有好戏看。渣太子待会儿便会被爱妃当众揭短，以后怕是没脸见人了。你就等着看狗太子气得吐血身亡吧！想把这女人揍哭是怎么回事？我明明是她夫君，又叫我好姐妹。凤扶摇，我和太子两情相悦，岂容你挑拨离间？你得不到太子，便百般诋毁。殿下，这个草包又在挑拨我们，臣妾爱殿下入骨，您管管他呀！雪儿乖，不哭了。你我真心相爱，谁来挑拨都不会影响我们的感情。凤扶摇，你别太嚣张，她乃本宫太子妃，岂容你欺负？以后别再出现在本宫面前，别妄想勾引本宫。那你们能不能别恶心我了？隔夜饭都快呕出来了。你俩一定要锁死，千万别出来祸害别人，我求你们了。继续秀恩爱，不要停。待会儿一定让你们的脸打得啪啪响。我很期待，当你的爱妃说出你不能人戏时，你是多么惊喜意外的表情。恶毒狗男人，明天你就闻名全城了。这傻丫头太坏了，可我好像有点喜欢，是怎么回事？雪儿，你没事吧？有没有受伤？老爷，草包欺负雪儿，你一定要为他主持公道啊！闭嘴，少说一句你会死吗？误会，都是误会，一家人吵吵闹闹也就过去了。两位殿下，请到厅堂喝茶休息如何？下官备了精致茶点，待用完茶点便恭送你们回府。再过数日便是春闱，大龙国有2位殿下兄弟同心，定会繁荣富强。好痒，浑身像有1000只虫子在爬。如果不说出来，我会痒死的。爹娘，女儿心里苦啊。女儿嫁给太子后过得并不幸福。太子殿下明明体弱多病，却始终记忆，还不许任何人提起，还经常骂臣妾，让臣妾干苦力活。女儿真的好命苦啊！胳膊上的恐怖如斯，身上岂不是像画地图？这也太狠了吧！没想到真相如此劲爆，渣太子也太变态了吧！这是疯狗吗？这女人太坏了，可我好像挺欣赏的，怎么办？当着沈君慈的面揭我短，我不要脸了吗？凤芙雪，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？本宫何时体弱？分明是你胡言乱语、胡说八道，竟敢当众诋毁本宫，你不配当太子妃！本宫定会禀明父皇母后，治你失仪之责。哎呦我的妈，这人太好笑了！
自己的问题还推到女人身上。你若真把她贬为贱妾，才坐实不行的事实。小瓜，真心话大冒险竟然如此阴损，我太喜欢了。杀人诛心才是最厉害的软刀子，现在知道厉害了吧？原来这毒粉叫真心话大冒险，真缺德。不过我喜欢。今日之后，我定要把这事传遍大龙国。我刚才不是身上痒吗？为何说这些混话？说完怎么不痒了？殿下，臣妾错了，是臣妾的问题，不是殿下的错。臣妾爱殿下，都是臣妾的错，殿下不要离开臣妾。刚才只是一时糊涂。一时糊涂，这事传出去，绝对会威胁到我继承皇位。殿下，雪儿定是气您和瑶儿说话，才胡说八道，故意气您的。还请殿下息怒，别跟他一般见识。凤扶瑶，你别笑了，若不是你和太子吵架，哪会引起雪儿误会？爹，他们吵架关我何事？你怎么专捡软柿子捏？你老糊涂了吧？你给我闭嘴！雪儿，赶紧向殿下认错。殿下，臣妾见您和凤扶瑶躲在花园说话，非常生气，说气话，请殿下不要生雪儿的气。雪儿，下次别再信口开河。你是太子妃，要宽容大度，万不可拈酸吃醋，还不赶紧扶殿下回府？殿下，你等等我，等等我呀！雪儿不是故意气您的，真的不是故意的。娘，太殿下不要我了，我当众揭了他的短，他一定会休了我的，我不要被休。雪儿，你老实告诉爹娘，你刚才说的是不是真的？太子他……我苦命的儿啊，早知道就不将你许配给他，你这是羊入虎口啊！无知蠢妇，你闭嘴！还嫌闹得不够大吗？嘘，今日闹得如此不快，只能马上将雪儿送回去息事宁人。只要她不蠢，便不会休掉雪儿，否则传出去对她有什么好处？可是他不能人道，还要折磨雪儿。若他继续折磨雪儿怎么办？当初我本欲拒绝，是你们娘俩哭死哭活非要嫁。这下好了，嫁鸡随鸡，就算是火坑也得跳。你有本事反抗整个皇室，难道想拉着凤家陪葬？不，雪儿不要被休，雪儿要做太子妃，要当皇后。备马车，我和夫人亲自送太子妃回府。王爷，我们再待下去，怕是被人嫌弃，该告辞回府啦。走吧。下官招待不周，还请殿下见谅。以后若有机会，殿下多陪瑶儿回来看看。凤丞相客气，以后有机会，本王定会多带瑶儿回来看看。瑶儿，为人妻当宽容大度，切莫乱使性子。望你早日为殿下开枝散叶，生下一儿半女。知道了，爹您去忙吧，我们先回去了。还是让凤福雪去为太子开枝散叶吧。穆姑娘年纪轻轻，倒是对凤府的产业很上心嘛。凤母瑶，你既已嫁入王府，何必三番两次回凤府？难不成还惦记着府里的东西？姬夫人，我回来探望父亲，与凤府家产无关。哼！少在这里装样子，福寿才是凤府的少爷，凤府往后的产业自然该为福寿多做打算。凤母瑶，嫁出去的人就该安分待在王府，凤府的事轮不到你回来指手画脚。姬夫人，凤府之事自有我爹做主，你拿着木棍拦人，未免太失身份。你少摆王妃架子！我早就说过，凤府的家产将来总要留给福寿。你回来一次，我便不安心一次。福寿年纪尚小，
最该学的是规矩和担当，而不是从小听人议论加归属。我不想和姐姐吵架。你懂什么？娘都是为了你。姬夫人，真正为她好，就不该让她卷入这些争执。你一味替她谋算，只会让她误以为什么都能不劳而获。你这是在说我不会教孩子？我只是提醒你，纵容不是疼爱。凤府若想长久，靠的是每个人守规矩知分寸，不是靠谁抢的更多。都给我住口！成何体统！我早就同你说过，不许当着福寿的面议论家产，更不许教他对姐姐无礼。你为何屡教不改？老爷，我只是担心福寿后面没有依靠。福寿有凤府，有家人，更有自己。你若真为他着想，就该教他明理知理。爹，福寿本性不坏，只是有人总在他面前说些不该说的话。姐姐，对不起，我以后不听这些话了。知道错了就好，以后好好读书，好好学规矩，别让爹失望。若凤府连亲人归家都容不下，传出去恐怕有损凤丞相的清誉。来人，送姬夫人和小少回房。姬夫人，这几日你好好反省，莫再在福寿面前提及家产之事。走，姐姐慢走。好，王爷，我们回府吧。以后若无要紧事，便少回来些。苟奸臣真帅，坐在哪儿都是一道风景线，太养眼了。他若不是对女人不感兴趣，后院定也人满为患吧。不知毁容的那半张脸长什么样子？系统让我攻略他，到底要怎么搞？是让他爱上我吗？一个对女人不感兴趣的男人如何爱我？真比登天难啊！想让我爱上你，我倒觉得可以试一试。王爷，今日扎太子吃瘪，我非常高兴。要不您犒劳犒劳我好不好嘛？你想让本王如何犒劳你？只要不是狮子大开口，本王都能接受。我怎么会狮子大开口呢？你陪我去逛街好不好？我想享受一把无限购的乐趣，无限购发生的所有支出都由你来承担，如何？何为无限购？本王从未听说过。就是不限制种类、数量和金额，想买什么就买什么。比如首饰、胭脂、布料、美食。你放心，我绝不会买宅子、商铺、赌场这些大件。怎么样，能满足我这个小小的心愿吗？太子对你那么恶毒，我让他身败名裂，你看我对你多好。好不容易穿越，真想享受把无限购。1000年后看个景点排几个时辰队？为了看你穿过的红裤衩，我排了1个时辰队。结果玉帝镇嘎了。好姐妹，做人不能太小气，快答应我，求你了。又是好姐妹，我忍。看在今日让太子颜面尽失的份上，暂且满足他，下不为例。去王府大街，本王要陪王妃逛街购物。王爷，你真是太好了，我爱死你了。这条街汇聚着长安城最有名的首饰铺、胭脂铺、绸缎铺，有名的首饰店有万宝阁、玲珑阁，最好的酒楼明月楼也在这儿。尽头是万象楼拍卖行，想买什么尽管挑，费用本王承担，满足你无限购的要求。王爷，不管我选什么，你都会帮我买下来。本王答应之事，绝不反悔。王爷从不陪女人逛街，难道王爷铁树开花，知道怎么哄女人了？真让人激动啊！这家看着不错，我们进去看看。
欢迎王爷王妃，小店首饰应有尽有，皇宫贵人也在此定制，请随民妇上楼。带路。管事，把那只金钗拿给我看看。就是这只金钗，我在历史博物馆大龙国宝藏区见过。据说这是大龙国末代皇后最喜欢的首饰，难道买它的人以后就是皇后？若我买下它，岂不是改写历史？管事，麻烦将贵店所有新货、主打款式全部取过来，我要仔细挑选。是，贵客稍等。小瓜，这些首饰都是我前世在博物馆见过的，介绍说是大龙国历代皇后的陪葬品，可我现在才看到，怎么会是历代皇后的陪葬品？难道记载有误？如果我都买下来，会不会改变历史？既然是历史，就会有相符和偏差。皇后死前临时定制，也不是没有可能。历史记载你本该上吊而亡，可现在你不是还好好活着吗？这很可能是平行世界，未来仍有无数种可能。你必须阻止大龙国在3年后灭亡。为了阻止大龙国灭亡，那我将这些首饰都买下来。反正埋单的是那个大冤种，一头待宰的小肥羊。他在和谁说话？小瓜是谁？难道他能和未来世界的人沟通？今日不让他大叔显，我这心里是过意不去啊。蠢女人，我先忍着。不过，若买下这些能改变历史，阻止大龙国灭亡，也算值得。王妃选出的所有首饰，全部打包。是，民女这就打包。王爷，一下子买这么多，会不会太多了？只买1-2件意思一下就行了，让你花这么多银子，我心里过意不去啊。不是，你喜欢就好，本王买得起，不让我大叔显，你心里怎么过意得去？虚伪的女人！恭送王爷王妃。岂有此理！沈君慈向来不近女色，他们何时变得如此亲近了？想当年，他在叶国举步维艰，处处受人轻视。我也曾当众雕磨过他，没想到他竟隐忍了整整4年，如今竟成了天道阁阁主。兰若，你今日为何如此在意他们？难道你对沈君池动了心？哥哥，你不是说慕瑶与他关系不睦？你看看他们现在，我不想看见他们如此亲近。你以前不是最看不起他，如今见他身份今非昔比，反倒改变心意了？谁会喜欢他？我只是不甘心，当初那个任人轻视的人，如今竟连正眼都不肯看我。感情之事，强求不得。不过，沈君慈如今掌管天道阁，对我们的计划影响甚大。若他与慕瑶当真联手，局势只会更加棘手。那我们该怎么办？不必急着与他们正面冲突，先查清慕瑶来玲珑阁的真正目的，
再设法离间他们。只要二人不再互相信任，沈君池便不足为惧。好，我要亲自查清楚，慕瑶究竟凭什么能留在他身边。真像是。欢迎贵客，本店专售女子所用之物，手帕、肚兜、抹额、胭脂水粉等，皆是上等货。福姐，这个抹额好看吗？绣花真精致，就是宽了点儿，都快遮住眼睛了。款式怎么如此古怪？做抹额确实宽了点儿。老爷夫人，这不是抹额，而是癸水带。抹额在那边。这蠢女人连癸水带都不知道，丢人丢到姥姥家去了。癸水带，卫生间啊！原来古代也有，大意了。各样花色来一些，要50条，全部打包。好嘞，这就帮您包好。姑娘，您要的都包好了。夫君，这肚兜布料光滑，贴身穿一定舒服。你觉得我穿好看吗？要是好，我多买些。好姐妹，你也可以买来穿呀，配你的大红裤衩，上面大红肚兜，下面大红裤衩，画面太美不敢看。噗嗤蠢女人又开始胡言乱语，想买肚兜是吧？本王买来砸死你！不同花色，要100条，打包。